哎，我说郑兄，要不咱们换个地儿喝茶？正好，为何袭杀朝廷命官？你们无端怀疑我，就是侮辱。为了祖上荣光，我就是要射死他范阳炉，又当如何？只可惜你射术不精，给祖上丢人了。我当然可以百步穿杨，一箭毙命，只是隔着门，你侥幸罢了。那第二箭呢？我射远不射近，第二箭，你离我太近了。近了反而射不准，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。来，把他那个箭囊拿来。这箭囊用了好几年了吧？你是瞎呢，还是故意瞧不起人呢？看不出这是个新箭囊，这是我前天新买的。是吗？正好啊，在杜康酒楼，董岳仵作在申正时分中了一箭，是你射的吧？董岳死了，与我无关。我说过他死了吗？我听别人说的他死了。量他的脚。长度正好，都对上。正好，在杜康酒楼的对面，酒库2层，我们发现了凶手的脚印，跟你对上了。你还有何话要说？脚一样大的人多了，我这双靴子很普通，在长安能找出上万双，你这不算证据。刚才你说这是新箭囊，在我大唐，万事皆有规制，一个标准的箭囊收箭30支，你的箭囊价格不菲，这样的箭囊往往配送新箭，而你的箭确实是新箭。你还说你百步穿杨，打猎从来不射第二箭，故一箭射杀野兔，一箭射杀狐狸。按照打猎的习俗，射毙野兽的箭无需收回，以祭山神。算上射我的2支箭，现在箭囊中的新箭应该有26支，可这里面只有25支，剩下的那1支呢？这拿上来。射杀董岳的这支新箭，原本就在你的箭囊中。武艺兵器之事，你瞒不过卢参军。我在山上打猎，申氏还没回来呢。可有证人？山间的野兽、飞禽，可为我作证。哼，苏协卫，你无需再跟他废话，大刑伺候。但我觉得像他这样的人，在公械上打根本没用，给我拉到东市上去打，让全长安的人看着他挨打。士可杀，不可辱。你还是别脏了这个士字吧。都愣着干什么呢？拉到东市上去打，打完拖到西市接着打，继而滚市。是。走，等等！你们杀了我吧。董岳那厮是我射毙的，我认了。正好，公堂之上，你要想好再说，因为你所说的一切都会被记录在案，作为定罪的证据。甚好，各位上官，有礼了。我们干一杯。哎，董岳，
你难道没看见我吗？哼，看见了，一个仵作，干嘛总跟当官的混在一起？我们同为氏族之后。我管你祖上是谁，你现在不过就是个仵作，还是一个技不如我的仵作而已。好你个董月，你给我等着！这件事发生在半个月前，我都快忘了。可是昨日，长安县有一个案子，同时两处发现尸体，我跟钟世载分别验尸，正在切磋验尸所得。哎，钟世载啊，这是谁给我的信啊？信，没看见啊。荥阳正氏岂能被辱？浴血前耻，明日申正。高昌九方后院仓库2楼重建，完工搭建，设杜康酒楼之美物，可报大仇。信里写的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我本将信将疑，正好买了新弓箭，一早去打猎，先射杀一只野兔，又射杀一只狐狸，可我还是心烦意乱，便带了弓箭去了那仓库的2楼。射杀董月，不仅是为了报仇吧？你敢说跟即将召开的仵作大赛没有关系？那当然还是有些关系的。我的祖上跟错了人，以至于让文皇帝贬为贱籍。到了我这一辈，我已经做到了长安5大仵作，通过这次大赛就有可能摘掉贱籍。要再射杀了董月，那把握可就大多了。毕竟姓董的仵作之术确实高超，在我们5人之中，当属第一。那封信呢？在我身上。娘子，娘子，今天晚上都是仰仗你呀。舍不得啊，娘子，这可是我花3块金饼买回来的。我今天帮你做成了生意，你已经赚了很多金饼，痒死我了！我要把它撕了。哎呀，舍不得，舍不得。我知道娘子辛苦，只是这张脸我是真喜欢呢。你一直带着它，我这辈子一定待你好啊！你到底是喜欢我，还是喜欢这张脸？知此两小，你我夫妻当尽情欢愉，不要想这些没有用的嘛。娘子。大家饶命啊！有话好好说呀！大家饶命啊！饶命！饶命啊！大家，金银小担忧你们统统拿走，留小人一条狗命啊！混账！以为爷是盗贼？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，长安3大捕手在此。作奸犯科，今日拿你是人赃并获。看，这位是苏博士，管着整个雍州府的大官，有先斩后奏之权。不想死，给我老老实实招供。我招，上官，小人何错之有啊？
里面的人已经招了，那张脸就是他给娘子换上的。那张脸的主人是平康坊的武姬，你杀人剥脸，如此残忍，该当何罪？小人冤枉，小人冤枉！这张脸是小人花3块金饼买回来的，向何人所买？哎呀，不知其姓名，可见其相貌。见过，见过。封锁消息，把这个姓屈的押送雍州院。是，不是长官，小人什么都不知道啊！小人冤枉了。肃请喜于华夏。长官，我可是长安城乃至大唐最好的阴阳商人。怎么样？看看我带来的货吧！啊，诗人。行商，将军，选一个吧。还是这张好啊，年轻、俊秀，还有几分阴邪。我原本就应该是这样的，可是这张脸，你不能再用了。你的主人让你把它换了，他不是我主人。我不是任何人的奴隶，谁也不能摆布我。我要主宰我自己的命运。对不住，对不住，说错话了。那毕竟人家是金主嘛，看在人家出的金银的份上，您就换一张吧。不，这张脸我很喜欢。你滚吧！此人拥有多张面孔，可随时变换出女人的脸，但多以这张为主。哎，都过来看看，见过这苏校尉，发生一起斩首案，死者是一名年轻女子，身首异处。科举验尸，仵作钟世载在此。可惜了，做仵作的机会也不再有了。幸好没叫喜君来。苏县尉，没有仵作可请了。去请耿老，就说我叫你去请的。是。哎呀，苏县尉才上任，还请您老给个面子。不是我不给面子，你看我是又老又病，真的出不了门了。苏柴啊，你跟徐局长聚一趟，就说是代父验尸，问苏县尉能否应允啊？怎么？你不是一直希望自己做个仵作吗？可我是女子，能做仵作吗？哎，女子验女尸比男子更为方便。再说，苏无名是狄公的弟子，自不会因循守旧，也许正可成全你，拿上我的验尸箱，去吧。去吧。嗯。我以前没验过尸。每个人都有第一次，
请吧。苏县尉真的允我验尸？耿老既然让你来，想必你已得到他的真传。另外，樱桃可以帮你记录。如此，有劳了。记，向下皮肉卷缩，两肩颈骨高耸，周遭有喷射状血迹，这是生前遭砍杀的尸状。头颅在肩膀右侧4尺，头颅断面平整，可与躯体接上，故推断应是被刀剑之类的利器所砍，且杀人过程为一斩而就，应即刻寻找亲属辨认尸体，确保身手为同一人。丧命时间，观伤口应该在亥时，最晚子初时分。苏县尉，我不知道还需要验什么了。验得很仔细，思路清晰，判断无误，未来必是可继承耿老衣钵的好仵作。徐期长在，按仵作所言，立刻去寻找死者亲属。今日仵作苏禅可得最高验尸费用。另外，未来万年县需要请仵作时，均可请苏禅。是。苏禅，你不错，一点都不比苏县尉验的差。恭喜你成为女仵作。其实你并非第一个，我们之前在石阳县也见过，且不止一个，所以你并不孤单。尸体都看过了，能确认身份吗？就是我的女儿，昨天还好好的。都怪你，孩子捡那点倒霉的钱就应该扔出去，你倒好，还当什么好事？捡钱？哎，娘，你看，这是谁丢的呀？这个荷包是你们谁的呀？不是我。快数数有多少？哎。乞丐也捡到了出气袋。交手仵作苏禅。仵作苏禅前来验尸，无关人等退后。爹，我回来了。爹，苏明，你不是说想吃苏山吗？给你送过来了。快，随我去耿仵作家。
苏禅，人死不能复生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凶手，以告慰耿老仵作在天之灵。无凶手？什么？你验过尸？我并未动过尸体，可我爹几日前曾教过我，他这是马钱子中毒之象，而马钱子正是我爹用来抵御创毒之痛的。我观现场并无打斗痕迹，故而推断，我爹是服用了过量的马钱子。这马钱子毒之前倒是听说过，还真没亲眼见过。这马钱子是一味药材，可以消肿止痛，但一般不多见，因为稍有不慎极易中毒，一旦中毒极其痛苦，头足相救，其势如弓，也像织布机，所以又叫千机药。中马钱子之毒者，起初无力，脖子发硬，继而肩部和大腿陷入痉挛，直至周身抽搐，最后全身蜷缩入弯弓，反复弯曲多次，其痛苦可为人间之罪。苏晨，其实你也并不是师父的亲生女儿。什么？师父这一生只娶过一次妻，周氏在拜师时就已经死了，我是他收养的孤儿，而你是他捡来的弃婴。我们同命相连，未来我会照顾你一辈子，让你过上人上人的日子。你也不必再做仵作，只在家里为我生儿育女即可。只可惜这凝尸记还差最后一篇，不过我这个合著者已经想好该怎么写了，我就写仵作进入宫廨后，如何配合捕贼官建功立业。县尉，连续3起命案都没有抓到凶手，按规制当将案卷转送雍州府。不急，耿老的灵堂布置好了吗？布置好了，阴妖说算好了日子，今日就会下葬。今日就要下葬？樱桃，拿人。齐了！等一等，万年县尉苏明前来验尸，闲杂人等退后。苏县尉，师兄和我昨日已经验过尸了。耿老与你是至亲故，不符合规制。苏某决定重新验尸。死者为大，而今恩师已入棺木，你难道要开棺不成？耿老做了一辈子仵作，为了探明案情，也没少开别人的棺吧？仵作之家找借口阻止开棺，这甚是荒唐。你们都先出去。我要先祭拜耿老。苏县尉验尸结果如何？莫非
我师父不是死于马钱子之毒。是。他的手上、臂上、颈上、脸上可有抓痕？没有。可有反抗撕扯的痕迹？没有。也就是说，我师父是自己服用的马钱子，而并非被人强灌进入口中的。没错。那你开棺验尸验的是什么？这是对我恩师的大不敬！我要去告你！告我？你怕是没这机会了。我在耿老身上发现了这个。你很孝顺，耿老也很看重你，但当他发现你有可能是杀人凶手时，便将证据藏在自己的贴身之处，然后扶马钱子自尽。他是想用他的绝望和死结束你的杀戮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这儿有笔墨，你敢写出136三个字吗？什么意思？我为什么要写？也是。你现在有了警惕，即便写出来，也不会露破绽，这也是耿老的高明之处。写上日子，6月23。将弟子逐出师门，需要同门师兄弟签字，这一行规应无先例。耿老就是要看看你的笔体。怎么可能？我师父就是个仵作。他虽是仵作，却先于本官推断出董月之死终是在逃不了干系。喜君，对照出气袋中的纸条，验着文书上的字迹。是。也有，真的是你？为什么？究竟是一片孝心，还是怕我爹没命写不完您诗记？苏明，你有什么理由怀疑我？我是宁诗记的共著者，我要将宁诗记献给朝廷，我要成为青史留名的第一仵作。我刚才说了，你没有机会了。来，看看这个。不可能！我离开这3年，我师父非常后悔。他让我一起署名仵作之书，就是在补偿我。那天他虽然说了一些恭维炼荣师的话，但我知道，他心里想的，就是让我重回仵作行，光耀师门。耿老已经为仵作之书的最后一卷、最后一篇确定了名字：仵作不可杀人论。单看这名字，我也很难理解。再看这纸条，我就明白了。耿老是在暗示，之所以不许你重归仵作行，是因为你杀了人。
实你早就露出了破绽。董月的徒弟死了，在他的尸体后，地上有一块四方形，没有血迹，这就是你所谓的炼容之礼吧？我来为董月炼容，没人知道吧？没有，我知道师父和您师门不和，所以谢谢殷先生能来。这是做什么？炼容之礼，死者应受之礼。我能做些什么？站到我前面来，跟着我学。哦。面朝门外，为师父祈福。保持这个姿势，闭上眼睛。正值子时，应有更夫经过棺材铺，担心被发现，故仓皇逃走，并没来得及擦拭地上的血迹，便留下了证据。验毕。这文书中署名阴妖的字迹，与出期带中字条的字迹，均出于同一个人。以耿老的智慧，我笃定他不会没有真凭实据就服毒自尽。故我开棺验尸，果然发现他将你没有防备之时留下的字迹藏在了自己的怀中。我还是大意了，验尸时看见那文书，本想让他带走，埋于地下，便永远没人知道那借寿之人是我了。我以后写字也会改掉那该死的笔法。你做的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？子龙祥，他就收养了我，但我真不想是他收养我。他满脸沟哈，目光阴沉，整天和死人打交道，我好怕他。我想学读书写字，可他却让我学验尸。他还说仵作之学口口相传，不需要认字。可是后来他却教了苏晨读书，我心里很不情愿。但离开他，我又会饿死。后来，慢慢的，我喜欢上了和死人打交道。我发现我很有天分，他也一直在利用我的天分。与其说他是我的师傅，不如说我是他的半个师傅。因为开坑真功法是我第一个想出来的。3年前，他把这些写进凝尸记，我意难平。他写进书里就变成他的了，我的一丝痕迹都不会被他留下。还有，刑部大理寺让他推荐仵作，他推荐的都是钟世载。他还说，钟世载能文能武，是个难得的全才。我更恨了。既如此，为何不教我读书写字，让我成个文武全才？3年来，你不仅学会了写字，
从你用剑的力道上看，你还学会了武艺。不会，当我力气大。我每天晚上都在仇恨中拼命的猛刺、砍杀。我也不傻，我改行就是为了让他心存愧疚。我了解他，他这一生最在意的就是师门传承，终是在急功近利，早晚会出事。我就在等着这一天，到时候为了让我重回仵作行，他一定会有所表示，要么将仵作之书传给我，要么便让我拥有我本该得到的合诸人的署名。我等了3年，险些没等到这一天。因为他创毒发作，随时可能丧命，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跟着他一起经历过的案子——商人为其父借寿。你们知道吗？商人虽被腰斩，但他的父亲真的多活了好几年呢。所以，我也要借寿，我要让他活着写完仵作之书，我要凭借此书出人头地。邪恶如此，焉能当得了仵作？天分固然重要，但心肠才是根本呐！殷友，你会比你的师兄钟世载判得更重。你要为那3个无辜者偿命。就在这上面！哎呦！哎呀！我的脚扭着了。孙子应该就在后院，二位先请啊！哎呦喂！哎呦！徒儿小心！我去瑞，你擒住那流血。是。州司法3军查案，速供出幕后指使。刘琦，站住！啊！杀人了！已经死了。刚才我打听到，消息铺的城族人孙资今天根本就没有来过鬼市，他在长安有宅子，就在凤仪坊。前面就是了，就这家。等等，孙资可在家中？孙资，孙资。少华，擒住刚才那妇人。孙子，孙子，救救我！站住！
孙子，你虽已重伤，但案情不可耽搁，你需如实回答我的问题。陆参军救了我的命，是恩人，请快问。你可认识刘喜？认识。我这次的霉运就是他带来的。哦，何出此言？今天我刚一出门，就碰到一个少妇，主动跟我搭讪，便将她带回了家。真好。哎呀，美人，来吧。有人从你这儿买走情报，关于奎勒人的。你的消息从哪里来的？你是什么人？少废话，回答我！就算杀了我也不能告诉你，这是行规。我孙子是贵师消息铺之主，这规矩不能在我这里破了。你倒是个挺守行规的人。那如果是我问你呢？也不能说。可这关系到探破诡案，更关系到长安的安宁，甚至天子的安危。我干这行已经10几年了，在一些外邦，尤其是跟我大唐关系紧张的外邦，比如奎勒，我们是放有眼线的。这次的情报就是那边的眼线飞鸽传书带来的。也是不容易啊，在外邦安插眼线，需要不少银钱吧？当然。你何时拿到的情报？半个月前。情报又是何时从奎勒发过来的？2个月前吧。也就是说，信鸽飞了1个半月。是啊，从奎勒到长安，路程太远了。从长安到奎勒6000里，对人来说固然遥远，但对一只信鸽来说却还好。恩师狄公留下的探案笔记中曾记，他养过一只信鸽，1000里之距，4个时辰便已归巢。即便是最慢的，每天飞个500-600里也不成问题。而你们那只信鸽，6000里竟飞了1个半月。孙子啊，你虽身受重伤，可我还是要问你，你真的没有撒谎吗？大胆孙子，你可知对捕贼官说谎，当以有罪论处。好了，既然你不愿意破坏规矩，那情报的来源我自己查。等一等，行规失效，长安的安全事大。这次的情报是一个人卖给我的。我就是这消息铺的主人，什么情报我都收，但前提是他得值钱。关乎京师安危的情报，值不值钱？你这样的，我每天都能遇到好几个，还有的说关乎我整个大唐的安危。最近会有奎勒细作进入长安，和潜伏在这里的同伙接头，预谋大事。这算不算关涉京师的安危呢？若在平时，应当不算。可现在，天下马球大赛，决赛方乃是我大唐和奎勒，关键是，我该如何信你？你是想知道我是怎么得到情报的吗？我不会透露丝毫，这应该是规矩吧。所以这件事就要看你的胆识了。你想要多少钱？3万钱。我就告诉你接头地点，至于时间是在3日后。届时你只要守株待兔，就会有所收获。他告诉你接头地点了吗？说了。我想先把消息卖出去，自然会有人找到我，这样我就可以卖2次情报，接头地点再卖3万钱。你3万钱买的，打算卖13万？怎么算的13万钱？我把情报卖给刘喜，只收了1万钱。这个刘喜，1万钱买的情报，
卖10万，他死的一点都不冤。你确定那个人是六指？确定。右手6根手指。全城寻找一个右手为6指的男子，此人声若洪钟，身材魁梧，身高超过6尺。是。切勿打草惊蛇。剩下的3块银锭给我。1条人命，4块银锭，这个价在长安可不算低，且由我负责把他引到鬼市。可你们竟然失手了，还好意思来见我？但之前你并未说过让我们杀谁。当时我虽已逃脱，但还是隐约听到了雍州司法参军查案，速供出幕后指使。眼下的雍州司法参军是卢凌风，曾是1等1的金吾卫高手。早说清楚杀的是他，我兄弟3人定不会趟这条浑水的。3块银锭给我，让我厚葬我那2个兄弟。若是不给，别怪我要了你的性命。好，我给你拿。